朋友们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就是无论你是否相信心想事成的秘密，或者说吸引力法则，它都在无时无刻的发生。在生活中呢，我们经常会说曹操到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这些说法呢，其实都是在印证心想事成的巧合，也即是吸引力法则。如果我们能够正确掌握心想事成的显化方式，那我们生活就一定会发生本质的变化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宇宙的一切都是能量，再往细讲就是能量波。注意，这里所说的能量可以转化为物质，同样也可以转化为精神，因为精神的本质就是念，就是脑电波。所以心想事成的显化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能量的转化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关注什么，执着什么，你就会吸引什么，与什么产生纠缠。也就是说，有关注才会有纠缠，才会产生结果，这便是因果，这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本质。所以我们具有创造一切的能力，哪怕躺在那儿，实际上你也在不停地创造东西，不停地在创造自己的生活。我们是用每一个简单的心念来创造未来的，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，我们每个当下都在创造着下一秒。因为这是波与波的干涉所呈现的像，能量会根据念头创造未来的场景，而我们可以通过念头的转变来改变人生剧本，甚至掌控剧本，达到事事如意的效果。那么这一团能量最终呈现什么状态是由什么决定的？就是频率。不同的频率吸引显化不同的像，或好或坏，而频率相同或相似的就会相互吸引，好的吸引好的，不好吸引不好。就比如说你刷视频，你会经常刷到跟自己当下情绪差不多的视频，而当你充满负能量时，也往往会去找负能量高的人。这就是频率的匹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想要显化什么，自己就首先要成为什么。这就好像诗仙李白为什么能创作出许多流传千古的诗句。有人说是因为李白能够终日处于一种极度浪漫，甚至有些癫狂的内在状态。在这样的状态中，李白的诗句便是内在与现实境遇相结合的产物，这也是后世难以超越和模仿的原因。内在能量状态未提升到诗仙的频率，对此其实在佛家也早有说法。比如佛家说一切法由心想生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所见所闻，乃至人生境遇，都是由自心根据不同业力显化发生。日常生活中，为什么我们有时感觉自己的一些想法难以实现，生活难以发生改变呢？实际上，结果已经被显化。我们生活的起起落落，有时出现一些偶然事件，有时感觉每天都是一种循环，这便已经是自心显化的结果。只是自己的内在能量不够稳定，大脑的想法、情绪起伏不定，自己的心摇摆不定，所以心随境转，也就造成了生活的重复循环与内在的起落。所以真正想要做到心想事成，首先就是要让自己的内在能量呢保持在一个丰盛的状态，要让自己的频率处在一种稳定的状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想要显化物质财富，首先自己的心就不能贫乏。我们不能抱着恐惧贫穷、缺乏安全感的心态来祈求和向往物质的富裕，这样的内在只会因为匮乏而显化出更多的匮乏。这就像一句话所说，宇宙只会给你你本就拥有的，凡有的还要给他更多，凡没有的，连他仅有的那部分也要拿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时时保持善念，做好人，行好事。这就是在积累美好的感受，让自己的能量
心念和情绪呢？保持在积极美好的频率之内。所以，正确的心想事成显化方式应该是：当我们在向往物质富裕的时候，内在应该看见帮助他人的快乐，应该看见为家人提升生活品质的幸福，应该看见自心内在喜悦、感恩以及本身的丰盛。同样，当我们向往身体健康的时候，就应该忘记曾经的病痛，去体会自由而健康、充满活力的状态。当我们向往和谐的人际关系，就应该首先看见自心的慈悲与爱，怀揣着内在的慈悲，也自然会感受到爱的回报。这便是心想事成的秘密，也就是吸引力法则的运转方式。当我们的内在已经处于丰盛之中，外在的境遇便会逐渐被吸引至与内在合一、统一。知道了这个，我们也就会明白，想要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，本质上呢，是要让自己的内在稳定，让自己的内在处于一种丰盛、圆满、快乐、富足的能量状态。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中，我们才有能力实现心想事成。也就是说，任何美好愿景的实现，并不是因为自心本来没有，从而向外祈求得到的，而是因为自心已经丰盛圆满至造物主的状态，并且能时常稳定在这样一个内在能量状态，那么想要实现的结果也就是一种必然。所以，我们要明白提升内在能量状态的重要性。这就好像所有传统文化的教育呢，都是引导我们要乐善好施，要乐于助人。实际上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正是自己内在丰盛的体现与加深。因此，《道德经》有句话叫“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其私”。当我们的内在丰盛至无私的境界，一些圆满的结果反而会不期而遇。就好像阳光照耀大地，只是因为自己本就是一片光明，本无所求，但大地上的生灵却对阳光感恩戴德，赋予了阳光无与伦比的美德与意义。所以，为了回归内在本有的圆满与光明，我们也就有了所谓的修行。真正的修行，其实就是不依靠外境，独立实现内在的丰盛、喜悦、定静。而大多数人的做法却与它相反，是通过达成外在的目标来满足自心。比如说，要积累多少财富，内心才有安全感；要得到外界的肯定，内在才有成就感。而当我们通过修行，独立达到了内在圆满丰盛的能量状态，实际上便已经是因果一体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外在需求其实也已经被实现了。这就像大学中所说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就很好地诠释了内在显化外在的顺序。想要创造出外在的成功，第一步便是修身，也就是稳定你的内在状态。修身不是说要达到某个高尚的道德目标，也不是说要提升知识与修养。修身的最初动机，只是让内在稳定、圆满、快乐，这样才有能量去实现外在的圆满。所以，修身从某种意义上即是修行。而从修行的角度，要独立实现内在的丰盛、圆满、快乐，其实并不困难。无论是修习观想、禅定，亦或是任何一种修行方法，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都可以独立实现内在能量的提升，达到内在的欢愉和圆满。这种丰盛的内在能量融入大脑后，便会产生稳定、积极、乐观的念头；融入情绪，便会产生慈悲与爱；融入身体，便会感到清安与活力；融入内心，便会感到极乐和无与伦比的喜悦。而从修习观想的角度，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观想自己喜欢的东西，
不论是人还是什么物体，但凡你只要想到它，你就感到十分喜悦就行。然后想着它进行一个冥想，通过这样的观想，来使我们获得丰盛的内在能量。当然，让自己时常处于喜悦圆满之中，可以说只是观想的第一步。我们更需要做的是驾驭这种内在能量，让内在的能量运行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，而能够驾驭内在丰盛能量的便是定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无论是修观想，还是禅定，又或是别的什么法门，在能量的运转方面，是要能够实现定境与丰盛之间的切换。也就是说，真正修行要让我们能够自由运用内在丰盛、圆满与喜悦的能量，但最终又能够回到安静之中，以静为落脚点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不会在丰盛与快乐中迷失，才能将内在的能量稳定在一个区间内，从而做到心不随物移，境随心转。这也是修定的意义，内不动心，外不着相。从心想事成的显化方式来看，我们可以通过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方法，以静为基础，运用内在丰盛、圆满、愉快的能量，来实现外境的稳定转化，进而我们就可以实现心想事成，就能够自如运用内在丰盛、圆满的能量，以此来实现外境与内在的统一，同时回归于安静中，我们最终也便不会迷失，也才会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长此以往，我们的内在与外在呢，都会处于一种合一、圆满、稳定的循环显化之中。这样的循环，便是命运的改变，便是心想事成稳定而正确的显化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